你还在用提款卡领钱吗？现在开始用你的智慧提款，每集邀请5位高手进行最强大脑的战争，挑战 ATM， 把智慧变现。欢迎来到拜托 ATM。大家好，我是未来银行行长胡瓜，我是乡里 Sandra。未来银行里面的金库的现金非常多，希望各位用智慧来提领现金。今天的主题是台湾顶尖大学 PK 赛。哎呦，什么政治大学、交大、台大这种。对啊，一定是台清交成这几所吧？对，首先介绍这位是郭伯杰。哦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伯杰。他是台大生传系的硕士。对，欢迎第二位是啾啾麦。啾啾麦呢是台大戏剧系的。哎呦，他那个戏剧系不务正业去播报体育新闻，但是他可以用戏剧的方式啊。我是融合这个戏剧的元素到体育的播报当中啊。所以很多人都说，这个啾麦你好像播的这个体育听起来特别热血，因为我都说，因为我播报的不是稿子，是台词啊，讲的台词都非常进入角色当中。接下来介绍3号的是侯汉廷，主持人好，大家好。议员呢是台大政治系的硕士，那目前是台北市的议员，欢迎您。谢谢。接下来介绍李淑珍，大家好，我是淑珍。李淑珍呢是台大社会工作系的。你是从演戏开始的？对哦，我是4岁就开始演戏。你就一般小时候童星，好像到后来功课都不是很好。而且瓜哥我不是考上的，我是直接推荐甄选上的。所以跟天才有关系，跟遗传有关系。有关系。对，很少童星会念到台大的。而且小时候看《鲁冰花》，谁不是一把眼泪一把鼻涕，到现在还记得。好，接下来介绍的是周明景。Hello， 瓜哥 Sandra， 大家好。周明景是政大经营管理的 EMBA。是的，欢迎。接下来介绍2位专家，首先介绍的美女主播、新闻主播沈景阳主播，欢迎主播。主持人好，大家好。那社会科补教名师陈启峰老师，欢迎。欢迎启峰老师。大家好。马上进行第1回合存款争夺赛。第1回合的第1题由沈景阳主播来举圈或叉，按游戏规则 Sandra， 请大家转身一下，看向金库，有5万元。那这是为了欢迎大家来到未来银行。那怎么累积存款呢？只要答对1个答案，你的存款就会累积2000元。这1回合准备了5万元，抢完为止，大家加油。是，来第1题 ，Sandra， 请出题。国际的情势呢，瞬息万变。请问，根据世界经济论坛2024全球风险调查，未来的2年有哪10大风险要注意呢？请抢答。明景。我觉得最近Sora 推出的栩栩如生的影像，让大家觉得非常惊恐，就是 AI 的议题。当 AI 它已经可以制造出这么精准、这么真实的画面，我觉得未来 AI 对人类造成的危险，我觉得一定是在10大风险之内。AI 风险，请问有没有？正确答案，它算是虚拟讯息的一种。那接下来，国姐，我觉得应该是战争的，因为最近就是国际局势，其实也有很多国家跟国家之间就是有一些战争的发生，所以我觉得未来如果战争持续发生，可能有第3次世界大战啊之类的，可能会造成经济还蛮大的影响。俄乌都说当时都打3个月，都打2年多了，真的还在打。现在情形变怎么样，我们也不知道。来2000块，来对或错？正确答案。不是自己当主持人又当专家呢？不是啊，因为我有时候聊天会忘记嘛，聊得太开心了。对啊，那请2000块，谢谢。好，啾啾麦。我觉得现在的这个年代，已经那个台湾四季很不明显所以就说我冬天的时候好热，像这几天其实有时候都30度了，就全球暖化。的确，极端气候也是一个问题。汉庭。经济衰退，包含通货膨胀以及近期来的全球的经济下行，所以在这2年以内，应该也是全球的重要风险。通货膨胀对或错？答对了。来，请加2000。我觉得因为战争的关系，然后因为这个环境变化的关系呢，其实人口的移动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因为其实人口的移动现在已经是非常方便便利，政府国家不一定能够好好的掌握，所以我觉得这会是未来一个蛮严重的问题。所以你的问题是，你的答案是未知的人口移动，移民难民对或错？
他说的是对的，他做的这个应该算是非自愿性的移民这种移动方式啊，比如说难民跑这样啊。比方说可能像香港可能很动荡啊，然后就很多人是移民来台湾生活的，类似像这种。大家都很优秀哦。好，接下来民警。好。刚才因为有讲到说环境的变迁跟气候的变化，其实造成这几年地球的资源跟地球的整体环境变得越来越艰巨，所以我觉得因为这个原因影响到生物的物种、生态系啊、生物物种的灭绝等等，应该也会是专家 concern 的风险。正确解答。没有。增加2000。好，接下来又轮到了伯杰。我觉得应该是因为最近就是近几年就是网络其实非常的发达，已经变成是我们主要平常会使用的很重要的一个工具跟交流的管道，所以我觉得假消息这件事情，它可能也会影响就是一些经济的局势，因为假消息都可以影响到整个选举啊的结果，所以更何况是一个整个国家的未来。所以答案是假消息。假消息，对或错？这题不能算对，因为其实这跟刚刚民警讲的有点类似，就是同样都是同一类型的虚假讯息。好，接下来啾啾吗？我觉得我们在过去几年才刚结束一个100年大疫，那我觉得说这种未知的疾病，应该是在未来也许会越来越多了。答错，这题不在答案上。对，这未来2年啊，来，接下来再来一个，应该是能源议题，就是全球的主要的能源缺乏、衰退，以及在未来面临近零碳排放的相关挑战跟考验。这题要算错，同一个类型的答案讲过了。讲过了。算源头的话，它比较是跟污染那些一起的，对吗？好，有重复的意思。我感觉大家变严了哎。对，这样子哦。好。淑珍，好，我觉得就延伸我刚刚提到，就是人口移动的部分，因为其实不同国家的文化、然后观念、想法、饮食都不一样，其实非常容易造成社会2极的分化对立。就是整个国家的和谐是不容易掌握的。所以你的终结社会对立，就2极化的一个发展。就经济、政治、文化。恭喜答对，恭喜2000。民警。好，我觉得美国它因为是全球政治跟金融的一个轴心，所以美国的一举一动其实都会影响全球的发展。所以风险，美国的发展对世界来说是不是一个风险呢？错，这题没有在答案上。他被画的，他擦了。淑珍呢？淑珍哦，对。我其实觉得老人年纪的差异会越来越严重。就是少子化，然后人口老化，就是这个部分其实会造成整个人力的负担、医疗的负担。这题是错的，因为其实刚刚淑珍自己也有说过，社会2极化，这其实属于就是 M 型社会的一部分，对，所以答案有点重复了。是，好，5万里面这一轮你们抢了14000啊，我们请老师再补充还有哪些？好，其实其他包括像是网络上不安全啊，因为有些国家其实禁用 TikTok 这种软体等等。那像是包括经济衰退啊、污染啊，还有刚刚瓜哥问到那个通货膨胀的问题。其实前几天有一个新闻说，这个南韩啊，现在通货膨胀很严重，一颗苹果要台币180块。大家想说这个是金苹果吗？怎么会这么贵？所以有这些问题这样。我是这40年都没涨过。听到了，在暗示什么呢？接下来是陈启鹏老师的圈或叉。来，第2题，请出题。中国的古代有许多令人为之动容的故事，请问中国古代有哪些悲剧故事？请抢钱。错了，请抢钱哦。梁山伯与祝英台。你我讲请抢钱，没有抢请抢包。不好意思，你不能再按哦。而且他还讲了，让大家听到了。这样，来注意哦，请抢救。不能，周明也不能按哦。请抢的。好，国姐。我长生殿我不知道有没有，他就是讲唐太宗跟杨贵妃的就是的故事。长生殿对或错？答对了。请加2000。啾啾吗？那跟议员说声不好意思了。梁山伯与祝英台。对或错？答对了。那也是个悲剧啊。对。汉庭。
那就孟姜女哭倒长城。古有孟姜女哭倒长城，今有某某人哭倒赖皮寮。好了，请举由对或错。答对了。很难接，是吧？很难接。不会很优秀哦。来，请增加2000。来，淑珍。哦，我觉得七夕最浪漫的牛郎织女，虽然对我们来说很浪漫，对他们来说还蛮悲伤的啦。哎，对或错？答对了。啊，请增加2000。民警。跨越种族的爱情故事《白蛇传》。对或错？答对了。来，增加2000。这个我不知道有没有，就是高中课本都会有的《窦娥冤》。窦娥冤，这好像包青天就是3月雪的故事。3月雪。对，6月雪说错了，是6月雪。对，6月下雪必有冤情啊，包大人。哎，对或错？答对了。那窦娥呢？因为受到冤屈，屈打成招嘛，所以他在行刑之前发下3样毒誓，一个就是血溅白练，第2个就是6月飞雪，第3个3年大旱。后来这3项毒誓一一应验，那就证明窦娥是冤屈的。后来这件案子重审嘛，那虽然窦娥不能死而复生，但是最起码让她的清白能够得到昭雪。我记得我看过一个电影叫《赵氏孤儿》，对或错？答对了。那这个赵氏孤儿是取自那个《史记·赵氏家》，那讲的是说赵盾就是遭到奸臣毒汉谷的迫害，后来全家遭到灭门，但是还好他的媳妇儿呢，躲过一劫，生下一个小孩。只不过是后来毒汉谷知道了，那就要那个追杀那个年龄的小孩，对，那个年龄的小孩，所以后来他的门客陈英把自己的小孩送出来。来鱼目混珠，所以他等于是养的不是自己的小孩，把自己的小孩送死。那这样他是牺牲自己小孩去救了那个小孩，那个小孩等于他的主人的。对，那后来等到小孩长大之后，复仇，那就是陈英跟他讲实情，那后来终于复仇，那也就让他们的冤屈得到昭雪。侯汉廷，孔尚任的《桃花扇》原曲4大悲剧之一。答对了，增加2000。接下来。《红楼梦》，永远心痛的贾宝玉跟爱黛玉。答对了。来，增加2000。来，接下来民警。我觉得有些人他的出生带着他的原罪跟天命，造成他一辈子的动荡。那我就想到了末代皇帝溥仪，我觉得他对我来说，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悲惨的故事。对或错？答错了，好，因为溥仪的一生，他确实是个悲剧，但是他不是个故事，他是个事实。所以注意了哈，他不能再回答了。波姐，我好，《水浒传》哪里悲剧？因为我现在脑袋是一片空白了。《水浒传》也不能不算悲剧，里面还是有一些就是都战争都死我以为他是义气耶。36天罡72地上下，才108条好汉嘛。108条好汉，其实他最后被招安了嘛。招安之后又被他赐毒酒赐死，所以他是不是悲剧我还不知道。哎，对或错？答对了。来，九九麦。那个陈世美的故事啊，铡美案吗？答错了哦。这样的一个负心汉，他遭到那个伏诛，那是大快人心的事。对啊，他哪是悲剧，应该放鞭炮鼓掌的。来，接汉庭。我刚刚听到说《水浒传》是悲剧，那《西游记》也是。你看妖怪死得多可怜。开玩笑，没有，不是这个，不是这个，答案是孔雀东南飞。汉代乐府诗焦仲卿与刘兰芝。对或错？答对了。孔雀东南飞，不然忘。老师要解说什么？
哦，好，那个江仲卿跟刘兰芝啊，他们其实是一对恩爱的夫妻，但是却受到焦母的阻挠，后来被遣送回娘家。那只不过是那时候的家庭观念是长兄如父，所以他的哥哥逼刘兰芝要改嫁，刘兰芝不肯，后来投江自尽。那他的先生焦仲卿也自缢殉情，所以就是一个爱情悲剧了。是，好，接下来是如果是爱情的悲剧，我觉得还有一个很经典，就是小倩跟宁采臣。答对了，好，来，请增加2000。各位回头看，你们的奖金还有12000，也就是有6个名额，剩下3位。来，我姐。我觉得《水浒传》如果是的话，那3分天下的《三国演义》该不会也是呢？是不是？《三国演义》对或错？答错了，这个真的不行了吧？不行了，不行了。战争的事情不能列为悲剧，不然太多战争弄不完。对。汉庭，天仙配董永跟七仙女，董永跟七仙女，好，答对了。有什么事能为难到陈老你？您好好说清楚，不然大家以为你抽筋啊。因为这个故事跟牛郎织女的故事是一样的，所以我有点犹豫。但是呢，我觉得来宾能够讲得出董永跟七仙女真的不太容易，因为大家都会记牛郎织女，不会记到这么的细，所以我还是给对啦。其实应该对，它不同的故事，《白蛇传》就不同的故事啊，是对不对？1万呢，你先暂时领下，没有？淑珍来，淑珍也是1万。哇哦，我觉得屈原投河这件事情也还蛮悲哀的。屈原投江，对或错？答对了，好。还有4个答案。来，尾生抱柱。尾什么？尾生抱柱，就一个人叫尾生，然后他为了要迎接他等他的这个配偶，所以呢就是苦苦的死守，然后最后死掉了。答对了。那这个故事到后来也就延伸说，那为了信守承诺，甚至不惜付出生命，所以算是相当难得的行为。是，来，请加2000，就剩下你们2个在拼哦，还有6000块哦。天啊，我这高中联考历史最烂了哈。等一下，我现在想到的是郑成功。郑成功怎么样？郑成功出征。答错了哦。好，那郑成功呢？他立志反清复明。那虽然在他的任内没有继续下去，但是他还有传给他的儿子郑经。那后来还有郑克爽。虽然郑家王朝后来还是没落了，但是以郑成功的事迹而言，不算悲剧。汉庭剩你一个人，6000。讲到郑成功，请容许我分享一个冷笑话。古代有腰斩，就把人砍一半。如果郑成功被腰斩被砍一半，他会变成什么？郑成功腰斩会变成？他会变成好的开始。啊？为什么？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。现在要讲的答案呢？其实有一点好笑，有一点好笑。谢谢。自创的。好了，可以回去正题嘛。我的答案是岳飞莫须有的罪名，也是悲剧。对，12道金牌召回的，对或错？答对了，好，那这个岳飞的故事啊，就叫做荆中奇啦。那我们都知道说，那个岳飞背后刺的是精忠报国嘛。那之所以会出现精忠报国的版本，就是来自于这个岳飞旗的荆中奇。那在荆中奇里面有提到说，岳飞的字是他的部将张宪所刻，不是岳母所刻的哦。古代国小课本是妈妈在那边刻，对，妈妈说妈妈写错字吗？还打叉这样，那是周星驰的电影好不好？对不起。那这样的说法是到清代的时候才出来，所以而且啊，刺青在宋代是非常专业的技艺，不可能是一个农家女可以做得到的。所以说岳母刺字应该是小说家凭空想象、自行编造的结果。这样会比较感人呐。对啊。如果是童谣就觉得很奇怪嘛，对不对？好，请增加2000。还有4000呢，看能不能把它抢完，不然要进下一轮。加油！还有一个中国10大悲剧之一叫清中谱，就是描写在明朝末年的时候，然后抗清的一些仁志士。答对了，请加2000，剩最后一个2000。在一个凤求凰司马相如跟他太太的故事。
答错喽。那凤求凰是有成功的啊，对，凤求凰有成功，所以它并不算悲剧，它算是有个很好的结局。行库还有2000，我们的个性就是一定要把它领完，好不好？是。那我们就进行下面一题，请出题。时代呢会不断创造新的流行。根据网络大数据的分析，请问前20名的过气流行语有哪些？请抢，你先抢了，不行，请抢答。汉庭 ORZ 啊 ，ORZ 这个应该很过气。 ，ORZ 是贵的那个。对，就是 ORZ 对或错？正确解答。那只有2000了，就给你了。是的。目前呢，伯杰8000，啾啾麦6000，汉庭1元18000，淑珍12000，民警6000，目前是1元领先。对，接下来进行下面一回合，赢者全拿。接下来进行是赢者全拿 ，Sandra， 请讲解规则。这一回合呢，我们是要一起先把钱存到金库里面，那这一轮留下的最后一位就可以把所有存的钱赢者全拿。这一回合的出题方式是一个问题 A、B 2个选项，如果选 B 的有3位，而且 B 是正确答案的话，一个人代表1000，马上存3000进到银行账户，最后留下来那一位全拿哦。第一题，请出题。古代杏林指的是医学界，那杏坛指的是什么呢 ？A. 政治界 ，B. 教育界。请作答。一直都是教育界，没有人政治界。政治界没有叫杏坛嘛？对吧？没有。政治界是什么？政坛。政治界就是政坛祸国殃民。你说的哦。没有啊，不是讲政坛吗？对不对？染一般就政坛。对啊。好，这个啾啾歪啊。一个教育界啊，因为我记得好像每次那个教师节的时候，好像都会有那个有一些老师会收到匾额嘛，好像跟杏坛有关系，我也忘记那4个字是什么了。正确答案是 B 教育界。其实杏坛的典故呢，是出自于庄子的一个寓言哦。在那个寓言里面呢，孔子啊到处把学徒聚在一起啊，然后教他们事情。那每到一处呢，就在杏林里面讲学。休息的时候呢，他就坐在杏坛之上。所以呢，人家后来就把杏坛称为孔子讲学的地方，也泛指聚众讲学的场所。那是看他坐哪个地方。对，如果当时坐到爽爱园呢？爽一坛，芒园吧？芒果园芒园，芒坛。对，来钱给5000块。下面一题，请出题。国外大量科学家透过各种研究与大数据分析发现，什么时候读书成效最好 ？A. 早上6点到12点 ，B. 下午2点到5点。请作答。哎呦，如果是真这样，奖金累积就快了，对不对？来，伯杰你讲一下。我觉得是早上6点到12点，因为我以前在准备那个大学考试的时候，也都是那种早上5点就会起来念书，我觉得会比下午，因为下午通常上数学课我都在睡觉，就是精神状况很不好的时候，比较昏沉沉的。对。我也是这么认为，因为在吃完午饭之后，我们的胃大量在消化，所以血液都会到脑袋里去，所以下午的成效应该是没有早上的头脑清醒。对，正确答案是 A 早上6到12点。我们早上起来的时候呢，我们的体温会慢慢的逐渐升高。那这个上升的过程会，我们的精力、我们的机警的程度，还有我们的专注力也会慢慢的提升。那我们不管执行什么事，其实都可以比较专注。而刚刚大家说的对，下午刚吃饱的时候是最昏沉、最想睡觉的时候，怎么可能拿来读书呢？加5000，1万。下面一题，请出题。俗话常说挂羊头卖狗肉，请问挂羊头卖狗肉的由来是因为国军的哪一种怪癖 ？A. 喜欢吃自己养的宠物 ，B. 喜欢看女生穿男装。请作答。啾啾妈呀！因为有时候虽然记忆是比较模糊的，但好像以前常会听到一些故事，说有一些皇帝会有怪癖。那听到有怪癖，通常都是
就是也许在断袖之癖，对，断袖之癖，从来没有听过说跟宠物有关系。正确答案是 B， 喜欢看女生穿男装，其实是齐国的国君齐灵公，他非常喜欢看女生穿男装，所以呢，他就让宫里的女人穿男装。那全国的女人知道这个消息之后，是不是也会开始仿效？结果呢，这个时候啊，晏子就进言君王说，你如果让宫内的女人扮男装，可是你同时禁止宫外的女人这样模仿的话，其实就很像在门口挂牛头卖马肉。所以呢，应该怎么做呢？就是你让宫内女人也不要这样做，那外面的人就不会仿效啦。那本来他是说挂牛头卖马肉，现在经过引用就成为我们今天说的挂羊头卖狗肉。变5000，哇，15000哎，很快。你们是目前我们看起来录到现在一组很同心协力，累积奖金最快的啦。哎，这期如果答对，我们损失可惨啊！怎么办？来，下面一题，请出题。轮胎原本竟然是白色的，原来是轮胎在制作后会加入碳黑。请问，添加碳黑后有什么用途呢？A. 提升耐久度 B. 增加摩擦力。请作答。哦，有分差了，有2个 B、3个 A 的了，选择 A 的伯姐。因为我觉得，如果是增加摩擦力的话，应该是在轮胎上面有一些多一点的刻痕，就是凹凸的痕迹。那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跟摩擦力比较没有关系，所以我是用3去法，选 A。这个很明显，3个人，男生本来就喜欢车，女生对车本来不应该。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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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。不是了解。No no no。那你解说一下。如果有在看 F1 赛车就知道，其实他们在第一圈热身的时候，就是要不断的摩擦，让自己的这个软胎的那个碳黑可以掉下来，这样他们在加速的时候增加摩擦力，才可以跑得快。还要这样磨的。对。S 型。对，所以 F1 的第一圈是最好看的。我还可以再补充一点，因为我先生以前就在 F1 工作。哇，是的，他是很少数在英国工作的台湾人。那因为他研究的就是轮胎，所以我想轮胎，因为它在热了之后，它是真的可以，那个材质是真的可以粘在地板上的，所以我也认为是增加摩擦。正确答案是。提升耐久度。轮胎呢，不是一开始就是黑色的，因为橡胶本身其实是白色的。那我们为什么要这样？丢脸了，前面吹成这样。还说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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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。你不准备F1工作吗？刚刚那一段，讲到他们3个都忽然觉得自己选错了，都没信心了，你知道吗？对，不敢讲话。连我都觉得这2个女生好厉害，结果还是好厉害的错，睁眼说瞎话了。轮胎不是一开始就黑色的，因为橡胶本身的颜色是白色的。那你加入碳黑是为什么呢？它可以当做橡胶的补强剂，所以可以整体的提升橡胶的强度啊，耐磨性也是可以提升的。那碳黑呢就变成不可或缺的一个元素。不过你一加进去之后，你其他颜色就盖不过了，所以干脆就把它做成黑色的轮胎。来，3位请到旁边。坐下，坐下。就我们2个，是我们2个，就是你们2位。哦，就你哦，你先说过吧。我被你唬了一类。他们3个也是，刚刚直接不敢讲话。我刚刚说3个男生请到进来去，你看他们表情是吧？来，请加3000。18000到底会入你们3个谁的账号呢？来，下面一题，请出题。你住的县市肥胖比例高吗？根据体育署调查，6都当中哪一个县市的民众过重、肥胖比例最高 ？A. 台中市 B. 台南市。请作答。ABB 哦，也有机会，伯杰一个人独得哦。有可能。因为我本身是台南人，所以我其实，在台南走路其实很多瘦子哎。我台中人哎。你觉得我有什么问题吗？可能台中的人口大，基数比较大，所以我觉得它的肥胖比例可能就会比较高。你是台南人吗？不是，这个也是刻板印象，人觉得台南美食多，而且台南很喜欢吃甜食。对，好。正确答案是
以台中是，没错，以前的确是台南，但是呢，最近呢，台中胜过了台南，原因可能是因为啊，台中呢，看这个比例的话，它的运动人口占的比例比较低，仅只有32.6%，所以这可能是慢慢来说，让台中成为最胖6都之首的原因。对，如果多运动一点是不错的。来，请增加1000。账面上19000，那谁获胜呢？当然就伯杰获胜，请入你的账上。哇，追上来了，反败为胜。他现在27000了，刚刚不高的，现在27000，暂时领先。但是我们要进行3轮，来，2万请回来。刚刚包起来那边默默说太多了。第2轮大家还有机会，是，请出题。英文 teacher 是老师的意思，但在美国，什么场合才会有比较多人用 teacher 来称呼老师 ？A. 称呼大学教授 ；B. 小学生叫老师。请作答。都选择 B。因为教授不是 professor 吗？对，或是 doctor 这样，就是很少会叫 teacher。正确答案是 B 小学生，因为小学生你们一定有听过他说什么 teacher 谁谁谁 teacher 谁谁谁，对，小朋友才会这样叫。那其实到了国高中后，我们会直接叫 Mr 什么，然后他的姓氏是什么，然后到大学不叫老师了，就 Mr 没有，就是比方说 Mr Who 这种感觉。然后到大学没错就会叫 Doctor 或是 Professor。请加5000。哇，下面一题，请出题。第一印象对人际关系影响很大。研究发现，与对方见面时，握手对第一印象有什么帮助 ？A. 提高自信感 ；B. 增加信任感。请作答。有一个不一样的，那你选择 A 的，先单独谈一下来，淑珍。不是都说男生跟人家握手的时候，手要用一点点力气，那个就是有点像是在竞争之下的一种客气。就是这件事情我们就这样子喽，这样就是或是请多多指教哦，就先礼后兵这种感觉，就是男性的那种权威的建立。其实刚才学姐讲的，我觉得，我也大致同意。可是我会觉得说，好像就是握手是觉得说，好啦，那我们现在是好朋友喽，我们已经有初步认识啊，那可以来谈事情，应该增加彼此的信任了，不是增加自信。正确答案是。第一，增加信任感有几个方面哦，因为你握手的时候看着人家的眼睛，然后加上手有点力道的话，算是第一类接触嘛。那2个人呢会彼此提升双方的信任感。那像你有时候商业场合呢这么做的感觉，其实是非常重要，一个好的第一步。然后如果案子谈成了之后呢，我们再握一次，这都是增加双方的信任度的表现。来，请到旁边坐。答快一点，那里还蛮难做的。来，增加4000。9000块，下面一题请出题。蝴蝶结常被用在衣物装饰，除了美观之外，女性内裤上常有的蝴蝶结主要用途是什么呢 ？A. 辨别正反面 ；B. 避免松紧带脱落。请作答。好，只有你一个不同，伯杰。不是，如果辨别正反面就 logo 就好啦。可是你跟唯一一个女生这样讲，对吗 ？No， 有些内裤上是没有印任何东西的，蕾丝的。选择 A， 因为我常常会分不清楚内裤的正反面，然后穿上去就发现，怎么那么卡，变丁字裤，所以我现在都买有蝴蝶结的，我就知道它是前面。反过来穿会变丁字裤啊？对啊，没有这样穿过。我回家试试看，再跟你交流一下。他如果真的丁字裤反过来穿，叫一字裤。一字裤，那就不舒服。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的答案是 A， 辨别正反面。刚刚说看 logo 就好了，但是以前啊，许多妇女还没有电力的时候，看不到的时候，她在黎明的时候就要起来工作了。那以防穿错面，怎么样呢？你就手摸一摸啊，这个是前面，这样就穿起来咯。所以除了她现在的人会觉得她有点可爱之外，其实她是有一个历史演进的这个过程。是，来，请坐。好的。你真的答很快。增加3000，9000加3000。
你看哦，他刚刚奖金最高，他等于这些奖金跟他没关系，所以随便最后增加到你们这边，你们又超越了他了，所以没到第3轮，不知道胜负是谁啊？下面一题，请出题。看不见竟然也会听不清楚，请问为什么没戴眼镜会听不懂别人说话 ？A. 无法读唇语 B. 无法集中注意力。作答。2A 有机会侯汉廷。来 A 无法读唇语，你的答案？猜的，因为注意力一定是集中在耳朵上，所以没有戴眼镜的话，应该就是纯粹跟视线有关，所以没有办法透过你的嘴型大致上判断。来，啾啾麦。其实我是因为我自己会有这个状况，就是说当没有戴眼镜的时候，其实会觉得好像不太知道要聚焦在哪里，然后就会其实会反而会影响到说你听的那一个清楚的程度了。正确答案是 A， 无法读唇语。原因是在于啊，我们跟人家讲话的时候呢，虽然我们用听的，可是我们视觉很多的成分在于看他嘴巴怎么动，然后跟我们听到的声音做一个连结。其实这几年有一个研究是说，因为我们都在 COVID 嘛，大家都戴口罩，其实小学生他们学讲话的那个速度有变慢，是啊，因为语言、声音跟嘴型其实是会靠在一起的，对，所以这就会造成了影响。好，所以请加1000。行库里有13000，请入侯汉廷的账户。哇！此时的他是3万1，又领先了2万7。不过我们还有第3轮，2位请回来。接下来进行第3轮的回答。第3轮，请出题。名言：在天愿作比翼鸟，在地愿作连理枝。原文描写的是哪对知名情侣 ？A. 唐玄宗与杨贵妃 B. 梁山伯与祝英台。请作答。这是白居易所写的《长恨歌》，在天愿作比翼鸟，在地愿为连理枝。天长地久有时尽，此恨绵绵无绝期。哇，他这个背出来。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 A. 唐玄宗与杨贵妃。请加5000。下面一题，请出题。中年发福好烦恼，请问中年变胖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？A. 脂肪细胞变大 B. 脂肪细胞变多。请作答。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 A， 脂肪细胞变大。其实肥胖呢是过多的脂肪囤积在脂肪细胞造成的一种疾病哦。而我们成人的脂肪细胞其实只会发胖后逐渐变大，真的数量不会真的变多。加5000。这一组真的厉害。不到最后真的不知道谁输赢啊，大家都还有机会。下面一题，请出题。根据教育部字典记载，请问哪一种家禽的字可以上下左右任意组合 ？A. 鸡 B. 鹅。请作答。3个 A， 2个 B 了。哎，博姐。因为我记得鸡好像是象形文字，所以它左右两边如果调换的话，其实应该它的原意本意应该影响不大。汉庭。鹅是形声字。所以它是取我的那个音，所以只要有我的这个音在，然后我在左或在右应该都可以。太强了吧！我民警也是这样。因为我记得鸟放在左边，我放在右边，我有看过这个字，有人是这样写。反过来的。对，正确答案是 D。你有被鹅追过吗？鹅会跟着你到处追，所以你不管把鹅跟我、鸟跟我这怎么放，它其实都念鹅哦，而且是我放上去，鸟对放下来也都是随便放都可以各种组合。那东汉时的《说文解字》呢，有特别记载这个字哦。就是3个组合也叫鹅，所以它你跑到天上它也咬你，跑到地下它也咬你，你跑到房间它也咬你，跑到厕所它也咬你。那是你有什么？我被鹅咬过。那上面请坐。我小时候家里是农庄。难怪你讲起来很凶啊！真的哦。哎，2个真那个，请增加2000。哇哦！
加油！下面一题，没有使用电器，却还是缴很多电费，请问下列哪个常见家电待机电力最高 ？A. 机上盒 B. 冷气机。请作答。好，2个都选 A 机上盒，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 A， 机上盒是没错的哦。所谓的待机的电器，就是你插头插着，就算你当时没有在使用，还是会有灯发亮的这种数字面好像面板。我们家的机上盒都没人关过吧？对啊，其实它是蛮耗电的哦。它其实待机的时候使用的是你真正在使用它的5到25%的电力，所以假设你真的是要远行的话呢，建议把这些待机的电器可以开关关掉，整个切掉，或是插头拔掉的话，但是冰箱会比较省电。不能拔哦，没错。好，来加2000。下面你请出题。糙米由于没有经过加工，保留了完整的营养，但是下列哪种人不适合吃糙米饭呢 ？A. 胰脏发炎 B. 肾脏不好。请作答。2个都选 A， 胰脏发炎。因为我想糙米它多了一层皮在上面，所以它的消化需要更多的时间，待在身体的时间更久，所以我认为这个关联是跟胰脏就是新陈代谢比较相关，应该是胰脏。正确答案是 B， 肾脏不好。为什么？因为糙米含有丰富的钾跟磷，如果你肾功能不好的话，没有办法正常的代谢这2种离子哦，因此要避免吃糙米。这个14000呢，我们就回到我们未来银行行库，因为你们都答错，没拿到奖金。前2轮的奖金就以这里为主，我们再宣布一下他们奖金。伯杰27000，啾啾麦6000，汉庭1元31000，淑珍12000，民警6000。恭喜汉庭成为我们今天的优胜者，进入最终战 Battle ATM。哎，恭喜你，请成为我们今天的冠军了哈！要挑战31000啊！来，请卡，这边请拿卡。是你的提款卡，没有卡是不能提款的。来，请往后面。一周加油 ，Let's go！来，我在未来的银行，请插卡，启动金库，开启金库，里面都是钱，你有31000在这里面，有2个提示的密码，请看，分别是总笔画40画的奖金送太多，或是总笔画44画的考上台大。我的脑袋一片空白。奖金送太多的节目最终是自生自灭啊，令人发指。不送奖金不会让发指啊，这很开心。如愿以偿，大家想点正面的 ，OK？ 心想事成，对，但是对制作单位呢，生不如死啊，心如刀割这样。那考上台大呢，对我来讲是南柯一梦。对，他是轻而易举啊，轻而易举，对，易如反掌，一样没有。所以你想哪4个字成？你要选哪一题，放弃掉哪一题？我选40吧，笔画少的可能比较容易。奖金送太多，请锁定。那我们看你没有选的考上台大44画是什么呢？哦，出类拔萃。请看奖金送太多，请出题。寅吃卯粮。哦，这太简单了，寅吃卯粮，60秒计时开始。寅吃卯粮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07。卯2、3、4、5、6。冒死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。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。停，用了几秒？用了36秒。如果你答错的话，你还有24秒可以更改，好不好？那你写出来的密码，我们来念一下：11070618。寅吃卯粮
对或错？错，你还有24秒可以改，对不对？请计时开始，到底哪个是错的06，你字要写吗？停，还有几秒？51，还有9秒。如果你答错了，还有9秒可以更改。你的密码是1106， 对或错？错的，7秒计时开始。停，他写这个吗11060518，对或错？恭喜，答对了嘞！哇，谢谢，这并不难，但是有时卡就卡。你看到数钞机帮你数了，数钞机数了3万1，恭喜你！谢谢制作单位，谢谢瓜哥，谢谢大家。寅吃卯粮，对，11060518啦。好，谢谢大家，来，恭喜3万1呀！寅吃卯粮就代表我们制作单位呢，每一集都发奖金，谈的能我告开啊，入不敷出啦。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多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持续顺利，拜托 ATM。谢谢5位来宾，也恭喜您获得3万1。晚上8点锁定拜托 ATM， 把智慧变现。谢谢大家，准时收看喽。谢谢君川，谢谢，谢谢，恭喜啊！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